你有没有觉得互联网好像正在飞速变糟？我最近就这种感觉，那些我们曾经特别喜欢、每天都离不开的服务，不管是社交媒体还是购物网站，似乎一夜之间都变得，怎么说呢，乌烟瘴气，用起来特别别扭。我完全理解你的感受。其实这种普遍的沮丧感，正是你分享的这本书科里多克托罗的垃圾化：为什么所有东西都变糟了？想要捕捉和解释的核心。他创造了一个非常形象的词，叫垃圾化，英文是 anshetification。但它不仅仅是一种抱怨，更是一个分析框架，揭示了这背后冷酷的商业逻辑。对，就是这个词儿，它精准地描述了我的感受。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深入聊聊你提供的这本书。我们的任务就是搞清楚这个所谓的垃圾化过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还是背后有人在刻意为之？以及最重要的，我们这些被困在里面的用户还有没有出路？这正是这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他把垃圾化比作一种疾病，有其清晰的自然病史、病理和传播方式。他系统地解释了一个平台是如何从一开始千方百计地讨好你，一步步走向滥用你，最终变成一个，用作者的话说，巨大的塞满了垃圾的围墙花园。但他也明确指出，这并非宿命。了解了疾病的原理，我们就能找到对症下药的解药。听起来我们今天要扮演一回数字病理学家了。那好，我们先从诊断开始。这个词儿垃圾化听起来就很生动，书里把它分解成了一个过程，一个有明确步骤的堕落史，对吧？一点没错。作者首先定义了什么是平台，它本质上是一个双边市场，连接着两类不同的客户。比如 Amazon， 它连接的是我们这些买家和第三方卖家。Uber 呢，连接的是乘客和司机。而垃圾化就是一个平台背叛这两类客户的固定流程。这个模式非常有规律，一旦你了解了，就会发现它几乎无处不在。好的，那这个流程的第一步是什么？第一阶段是对你这样的用户非常友好，平台会不计成本的给你提供好处，烧钱补贴，提供远超正常水平的优质服务。目的只有一个，把你吸引进来，并且让你觉得离开的成本太高，从而锁定在平台上。这落我的熟，就像早期的网约车打站，1块钱就能打车，或者像 Facebook 刚开始的时候，信息流里都是你朋友的真实动态，没什么广告，体验特别好。你加入就是因为你的朋友都在那。完全正确。等你和你的朋友都离不开了，好了，第一阶段结束，平台就要开始变现了。这时候他会想，我怎么才能赚钱呢？于是他就把你的注意力打包卖给广告商、内容创作者或者商家。这是第二阶段，滥用用户，讨好商业客户。你的信息流里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广告和推广内容，你搜索的东西最先看到的也是付费结果。到这一步，我们作为用户的体验就开始下降了。但因为我们的社交关系、购物习惯都还在上面，也就忍了。那第三阶段呢？是不是轮到那些商家倒霉了？没错，当商家也因为用户在这里而离不开平台后，平台就开始对他们下手了。这就是第三阶段，滥用商业客户，为自己取所有价值。平台会开始收取各种名目的费用，操纵搜索算法，强迫商家购买广告，把之前为了吸引他们而让渡出去的价值，连本带利的全部收回来。所以最后就到了第四个阶段，平台彻底变成一个垃圾堆。这时候它对用户和商家两边都不好，但大家都被困在里面，想走都走不了。这个走不了是关键，作者好像管它叫高转换成本嘛。正是如此，转换成本是整个垃圾化模型的基石，这在经济学里叫网络效应。你用微信不是因为微信本身有多好，而是因为你的家人、朋友、同事都在用。你想换一个通信软件，你得说服这几百号人跟你一起换，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作者打了个很形象的比方，这就像一场人质危机，每个人都把其他人当成了人质，结果就是谁也走不了。平台正是看透了这一点，才敢于肆无忌惮地把服务变得越来越糟。这个比喻太到位了。听完这个理论框架，我脑子里已经浮现出好几个平台的影子了。我们不妨拿书里的例子来具体看看，这个过程在现实里是如何上演的。
亚马逊应该是个绝佳的案例吧？是的，亚马逊可以说是垃圾化的教科书式案例。第一阶段，它用掠夺性定价，也就是亏本卖东西，再加上无理由退货的优质服务，吸引了我们海量的消费者。那时候在亚马逊购物，体验确实非常好。但同时，它也在悄悄地锁定我呢。对，它主要用了2种方式，一种是技术上的，叫数字版权管理，就是 DRM。你在 Kindle 上买的电子书，在 Audible 上买的有声书，都和它的应用程序死死绑定。你要是离开亚马逊，你花钱买的所有数字内容，一夜之间就都化为乌有。哇，另一种是市场层面的，它通过持续的低价策略，击垮了无数的实体书店、小商店和线上竞争对手。结果就是，你想买很多东西，除了亚马逊，几乎没别的选择了。好的，用户被锁定了，然后就轮到商家了。亚马逊吸引了大量第三方卖家入驻，接着就开始了第3阶段的操作。这部分就是书里最令人震惊的揭示。亚马逊开始向商家收取各种各样作者称为垃圾费用的东西，比如他会暗示甚至明示商家，你必须使用亚马逊的仓储物流服务，也就是 FBA， 必须加入 Prime 会员包邮服务，否则你的商品在搜索结果里就会被排到几十页之后，根本没人看得到。这听起来就像是交保护费，而且这笔费用高得惊人。书里引用的数据显示，这些费用加起来能占到商家销售额的45%到51%。50%？对，你想想，一半的钱都被平台抽走了。商家为了生存，唯一的选择就是提高商品价格。等一下，如果商家在亚马逊上提价，那我们去他们的官网或者其他平台买不就行了吗？这就是最关键的地方。亚马逊有一个最惠国待遇条款，它用算法盲控全网，要求商家在任何其他渠道，包括他们自己的官网网站的售价，都不能低于在亚马逊上的价格。否则就会受罚。对，否则就会受到惩罚。哇，这一下我就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因为亚马逊向商家收取的巨额费用，导致商家不得不提高所有渠道的商品价格。是。所以即使我选择去实体店支持本地小商家，只要那个商家也在亚马逊上卖东西，我实际上还是在间接地为亚马逊的垄断付费。这太颠覆认识了。这就是作者所说的亚马逊税。亚马逊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推高了整个零售市场的物价，更别提它的搜索结果了。有研究显示，我们现在在亚马逊上搜索商品，第一页的结果里，广告占比已经超过了50%，一半都是广告。对，我们以为搜到的是最匹配、最优质的商品，但是实际上排在最前面的，往往是出广告费最高的。另外一项研究发现，亚马逊搜索结果的第一个商品，平均比搜索算法认为最匹配的商品要贵上29倍。所以平台最终变成了一个充斥着高价、低质、广告泛滥的垃圾堆，但我们又被它锁定了，只能捏着鼻子用下去。用户和商家双输，而埃隆·马斯克接管后的 Twitter， 也就是现在的 X， 感觉是把这个过程按下了快进键。没错。X 平台是垃圾化的闪电战版本。说到 X， 我猜你作为曾经的重度用户，感触应该很深吧？感触太深了。我曾经每天都在上面获得第一手的新闻和行业动态，但现在打开一看，我的事件线上充斥着各种付费蓝 V 账户推广的加密货币骗局、AI 生成的垃圾内容和各种极端言论。它从一个高效的信息广场变成了，怎么说呢？数字噪音场。这个加速版的垃圾化过程，我是亲身体验者。你的体验非常典型。马斯克几乎是照着垃圾化的剧本在演。他一上来就解雇了大部分内容审核和信任安全团队，导致平台充斥着骗局和有害内容，这是在滥用普通用户。然后他开始对蓝 V 认证收费，并且在算法里极大地提升付费用户的帖子为重，同时压制不付费用户的可见度。对，这个特别明显。这简直是为骗子和网络喷子量身定做的功能。他们只要花几美元，就能把自己的欺诈信息或者骚扰言论推到数百万人的信息流顶端。而且他做的最狠的一件事是堵住了所有出口。他大幅提高了 API 接口的费用，让很多第三方工具都死了，还禁止用户在个人资料里分享去其他社交平台，比如 Mastodon 的连接。这就是关键。
他用行动清楚地表明，他的盈利模式就建立在让你走不了这件事上。这完美诠释了垃圾化平台的本质。当一个服务变得很烂，但因为它锁定了足够多的人而死不掉时，我们就都被困在它那个正在腐烂的躯壳里了。无论是亚马逊的温水煮青蛙，还是 X 平台的闪电战，结果都一样。这让我觉得很奇怪，这太不合常理了。一个餐厅的菜越来越难吃，顾客肯定不去了，它自然就倒闭了。为什么到了互联网上，这个最基本的市场规律就失效了呢？作者是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这是个价值千金的问题。作者认为，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过去能够有效约束公司行为的4种力量，在今天这个数字时代几乎都失效了。 4种力量，哪4种？第一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是竞争。从上世纪70、80年代开始，全球范围内的反垄断执法都变得非常宽松，这导致了科技行业的巨头可以通过2种方式扼杀竞争，要么直接收购潜在的对手，就像 Facebook 收购 Instagram 和 WhatsApp，要么就用巨额资本进行掠夺性定价，活活把对手烧钱烧死。书里有个例子，亚马逊为了干掉卖母婴产品的对手 Diapers.com， 不惜在3个月里烧掉2亿元的真金白银，把所有尿布的价格都降到对手无法承受的水平，最终逼迫对方接受收购。所以当市场上只剩下1、2个玩家的时候，他们自然就有恃无恐了。那第2种失效的力量呢？是监管。当一个行业高度集中，只剩下几个巨头时，他们就有足够强大的游说能力来俘获监管机构，让法律和政策都朝对他们有利的方向制定。他们还会用各种借口来规避现有的法律。最经典的说辞就是我们只是个科技平台，不是 XX 公司。比如 Uber 说自己不是出租车公司，所以不用遵守对出租车行业的劳动保障规定。完全正确。作者提到了一个更隐蔽的例子，叫算法工资歧视。Uber 的系统会根据每个司机的行为数据来建模，比如他知道某个司机最近接单不太积极，可能急着凑钱付账单，于是就会在派单时为同样一段路程给他报一个比其他司机更低的价格。哇，这不就是大数据杀收吗？只不过对象是司机。是的，这种同工不同酬的做法，在传统的雇佣关系里是明令禁止的，但 Uber 就用我们只是个匹配信息的 App 来为自己辩护，真是无孔不入。那第3种呢？第3种力量，作者称为自我救助 （self-help）。这指的是用户或者第3方开发者通过技术手段来反制平台的垃圾化，让产品变得更好用。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买了一台打印机，但原装墨盒又贵又不耐用，于是就有第3方厂商开发了兼容的更便宜的墨盒，这就是自我救助。这个我懂。还有比如我们给浏览器装广告拦截插件，也是一种自我救助。是的，但现在啊，像美国的数字千年版权法，就是 DMCA 这样的法律，实际上是给了制造商一把数字锁。比如他们在打印机里放一个受版权保护的小程序，它的唯一功能就是验证你是不是在用原装墨盒。你只要想办法绕开这个小程序，用第3方的墨盒，你就不是在修理自己的东西，而是在破解受版权保护的软件，这就成了重罪。作者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蔑视商业模式重罪。我的天，用自己的东西还得按商家的规矩来，否则就犯法了，这太荒谬了。那最后一种被削弱的力量是什么？是技术员工的力量。在过去，顶尖的技术人才是稀缺资源，他们有很大的话语权，可以从内部抵制公司不道德的商业行为。比如谷歌的员工曾经就成功的抵制了公司为美国国防部开发用于无人机攻击的 AI 项目。我同意竞争和监管的削弱，但关于技术员工的力量，我有些疑问。最近几年，我们确实看到了很多裁员，但顶尖的技术人才不是依然很抢手吗？他们真的失去了所有话语权，还是说公司文化或者激励机制发生了更根本的变化？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作者认为两者都有。一方面，大规模的裁员潮确实让员工们普遍感到不安，更害怕失去工作，从而不敢发声。另一方面，早期科技公司的理想主义文化已经被华尔街的利润至上文化所取代。
工程师的奖金和晋升，更多的和如何设计出能让用户上瘾、能榨取更多数据的算法挂钩，而不是和创造真正对用户有价值的产品挂钩。当这4种约束力——竞争、监管、自我救助和劳工力量都失效时，垃圾化就成了唯一理性的商业选择。这么一说，整个逻辑链就清晰了。作者还提了一个更宏大的概念，叫技术封建主义，听起来就更严重了。是的，这个概念借鉴了经济学家亚尼斯·瓦鲁法提斯的理论。他认为，我们正在从资本主义时代进入一个叫技术封建主义的新时代。这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追求的目标不同。资本主义追求的是利润，利润需要通过投资、创新和生产来创造；而技术封建主义追求的是租金。租金就像地主收地租一样吗？完全一样。地主不需要生产任何东西，他仅仅因为拥有土地这个关键资源，就能向农民收取租金。今天的数字平台扮演的就是数字地主的角色之间的关键渠道。苹果和谷歌从应用商店的每笔交易里抽走30%，亚马逊向商家收取的搜索排名费，这些都不是利润，而是租金。他们没有创造新的价值，只是在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从真正创造价值的人，比如开发者、商家、创作者身上榨取价值。此听起来相当令人沮丧，感觉我们就像是生活在数字地主庄园里的农奴。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扭转一切？这本书有没有给出解药啊？当然有，这正是书的后半部分的核心。作者认为，既然问题出在那4种约束力的失效上，那解药就在于重新激活它们。首先就是反垄断。他提到，拜登政府任命的肥链贸易委员会，也就是 FTC 的主席里纳可汗，正在发起近40年来最强有力的反垄断行动。这股浪潮是全球性的，欧盟的数字市场法案也是一个例子。其次就是监管了，但监管好像总是滞后于技术发展，而且很容易被巨头游说。所以作者强调，监管必须是可管理的 （administrable）。复杂的规则很难执行，简单的规则才最有效。比如，与其让监管机构去定义和审核平台上什么是有害内容，这既困难又容易导致权力滥用，不如制定一条非常简单的规则，强制平台必须提供退出权。退出权，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要保证用户可以轻松地带着自己的数据和社交关系，比如你的关注列表、你的粉丝，无缝地迁移到另一个平台。想象一下，如果明天你可以一键把所有微信好友和聊天记录都带到一个新的、没有广告、体验更好的 App 上，你还会忍受现在的情况吗？那肯定不会。对，监管者不需要懂复杂的技术，他们只需要对 Facebook 和腾讯说一句话，把那个包含用户关系的文件交给用户，立刻。这很容易判断平台是否遵守了规定。哦，我明白了，这等于是在平台的围墙花园上强制开了一扇门，让用户和创作者真正有能力用脚投票。对，这就自然引出了第3点，也是作者认为最关键的一点：恢复自我救助的权利。这被视为最重要的解药。核心就是要废除像前面提到的 DMCA 1201条款那样阻碍互操作性，也就是 interoperability 的法律。要让开发者可以合法的、不害怕被起诉的去创造工具，帮助你摆脱平台的锁定。比如，一个开发者可以为你的安卓手机开发一个能安全收发苹果 iMessage 的应用，这样你就不会因为朋友都在用 iMessage 而被迫购买 iPhone。所以核心思想不是指望平台发善心，自己变得更好，而是要从外部削弱他们，锁定我们的力量，让他们因为随时会失去你而不敢作恶，并且当你真的决定离开时，他们无法用技术和法律手段来阻止你。你总结得非常到位。最终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权力更加分散、用户有更多控制权的 Internet。这么看来，平台的垃圾化并不是一个意外，也不是技术发展的必然，而是一个系统性的结果。它是竞争、监管、自我救助和劳工力量这4种约束力被系统性侵蚀的产物。它描绘了一个清晰的路径，一个服务从对你友好开始，然后通过锁定你和商家，一步步地滥用你们，最终把自己变成一个只为股东榨取价值的围墙监狱。但这本书也确实给了我们希望，
通过重建反垄断的决心，制定简单可行的法规，以及最重要的，恢复我们通过技术进行自我救助的权利，我们是有可能创造一个新的好的 Internet。是的，一个真正属于用户的 Internet。那么在这一次深入探讨的最后，留给你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作者在书的结尾警告说，这种垃圾化的模式正在从数字世界外移到我们身边的物理世界。你的汽车、你的智能恒温器，甚至你家的婴儿床，都可能变成下一个喷墨打印机。商品本身不赚钱，而是靠着昂贵的被软件锁定的耗材和服务来持续盈利。当你的汽车座椅加热功能需要按月订阅才能使用，当你的智能家电在没有付费的情况下拒绝为你工作时，我们今天讨论的这套平台衰败理论将如何应用到你真金白银买回家的这些实体物品上？这或许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开始思考的下一个问题。